姐姐是苏家为了和江家联姻，精心培养的女儿，但因为多年的严格管教，乖乖女的她喜欢上了侵犯她的小混混。上一世，我发现后，稳住了生气想要打死姐姐的爸妈，又偷偷让人把小混混赶出了 H。最后，姐姐顺利和江家联姻，江家的生意日渐做大，姐姐也成了养尊处优的江家女主人。但她一直怨恨我，她说我毁了她的初恋，她再也没有这么喜欢过一个人了。因此，她让一群小混混将我欺侮致死。重来一世，我直接鼓励姐姐和小混混私奔追求真爱。这好日子你不过，换我来过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文心，我好想你啊，我也想你。我站在窗前，冷眼看着墙角隐蔽的角落，那激烈热吻的两人互相倾诉着相思之情。与那男人纠缠的，便是我苏家从小精心培养出来的品行端庄的姐姐苏文心。她从小到大一直被冠以严格管教，目的仅是为了要与江家联姻，巩固家里的生意。但此刻的她全心沉浸于跟一个小混混甜蜜接吻，互诉感情，没了以往的成熟端庄。文心，这样下去也没有办法呀，难不成你要跟我一辈子偷偷摸摸吗？吉凯抱着苏文心的腰，低头委屈地看着她，盼求着要一个名分。可是苏文心犹豫地看了一眼吉凯，眼神满是为难。姐，你们在干嘛？从两人停止接吻的时候，我便悄然而至地走到了他们的身后，装作震惊地看着他们搂搂抱抱。我的出现把苏文心吓了一跳，她连忙推开了吉凯，眼神警告地看着我。苏清丽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我一定让你不好过。看着他嚣张跋扈的样子，我心里耻笑一声。在外人面前，他有着品行端庄、温文尔雅的称赞，可在我眼里，他一直都是那个骄作跋扈的人。从小他得到的东西比我还要多，更有不少的名师教导着。因为他有联姻的价值，所以我就成了默默无闻的那一个，什么时候都可以被忽略掉，压根不重要。上一世的苏文心被吉凯侵犯了，但在他强势的追求以及暧昧的话语下，他却喜欢上了那个侵犯者，而我傻傻的不愿看他抛弃联姻，最后落得凄惨的结局，便把这件事情揭发了。爸妈震怒的想要打死他，我拼命的拦了下来，秘密把小混混送离这个城市，最后目送着他嫁入江家，成为了那个养尊处优的女主人。原本看她过得如此风光亮丽，我还庆幸当初挽救了她，但万万没想到，她居然藏着对我如此深重的恨意。在我死于一群小混混手中，看到她眼里的怨恨，才恍然大悟起来，插手别人的事只会让自己陷入深渊，万劫不复。如今重来一次，我决心要成为那个袖手旁观之人，不做劝人回头的事。姐姐好不容易谈个恋爱，我又怎么可能会阻止你呢？如此感人的爱情，姐姐可不要放弃啊！我轻笑一声，抬眸对上苏文心的视线，开口劝她勇敢追爱。我自然不会放弃的，凯哥你等着，我一定找到解决的办法的。苏文心谅我也不敢揭发出去，便松了一口气，而后深情地拉着吉凯许下承诺。看着如胶似漆的两人，我眼里的笑意愈发深刻，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。既然好日子他不想过，那就让我来享受。姐姐，江庭琛明天就要回国了，而你也会被爸妈强制送去他身边，跟他接触的。姐姐，时间紧迫，机不可失啊，要不
你带着姐夫走吧。我冷眼看了一会那两人亲密的样子，而后慢吞吞出声提醒他，便连带给了一个建议：不行，这怎么可以？苏文新立马蹙眉拒绝了我的提议。姐，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，你想想，等你们已经修成正果了，爸妈也不会再说什么的，更何况他们这么宠你，又怎么会不管你呢？听到他的拒绝，我毫无意外，抬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给他一个可行性。文心，难不成你想嫁给那个姓姜的？我的话音刚落，吉凯立马沉着脸色，眉头紧蹙着，不悦地看着他。怎么可能？我只喜欢你。苏文心从未做出过叛逆的事情，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心爱的人，他巴不得勇敢追爱呢。那我们私奔吧，等以后新家安置下来了，我们再回来跟爸妈道歉。吉凯十分享受苏文心爱慕他的眼神，嗓音温柔地怂恿着他。那今晚我们就走吧。苏文心一下子就沉迷于吉凯温柔的目光里，立马下定决心：姐姐，我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，祝你幸福。看着两人约定好时间，我得逞地扬起嘴角，轻声祝福一句，便转身离开了。苏文心，上辈子我拯救了你，可落得一个欺辱致死的结果，而这一次我祝福你。回到房间没多久，我就听到了隔壁姐姐的房间传来一阵噼里啪啦的声音，一想就知道苏文心在收拾着今晚离走的行李。夜色逐渐浓郁，我跟爸妈早已待在房间里面了。到了凌晨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苏文心拖着行李箱，轻手轻脚地离去。喵！一阵惨烈的猫叫声响起，苏文心的动作瞬间僵硬起来。屋子里黑漆漆的，他一不小心就踩了一脚猫尾巴。谁？欣欣，你在干什么？听到动静，我爸妈揉了揉惺忪的双眼，走出来，打开屋子客厅的灯，诧异地看着站在中间的苏文心。苏文心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突然的一幕，脑子瞬间空白起来。爸妈，姐可能要出去散散心吧。听到动静，我立马打开房门走出来，瞄了一眼苏文心，解围道：明天廷琛就回来了，你去散什么心？给我回去房间老实待着。就是啊，廷琛出国了这么久，万一被那个人捷足先登，造成损失，你拿什么补？没想到我爸妈直接拉下脸色，怒气冲冲地指着苏文心，呵斥道：没想到，这下直接点燃了苏文心的叛逆之心。他沉着脸，义正言辞道：我才不是要散心，我要跟我的爱人离开，这辈子我不会嫁给江廷琛的，你们死心吧。再说了，我已经把第一次给了我的男朋友，我就不信江家还要我这样的人。他的一番话直接让爸妈震惊了，眼神都变得不可置信起来。万万没想到，一向如此乖巧听话的女儿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甚至还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。逆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好好精心培养的女儿，这下全部毁了。我爸气急败坏地上前想教训苏文心一顿。等等，我妈还是护子心切，立马拉住了我爸。就这么短暂的一瞬间，苏文心就拉着行李快步地离开了。而外面等候许久的吉凯早就立马拽着苏文心上了摩托车，飞速离去。逆子啊，这下江家联姻该怎么办？我爸气得喘不上气，捂着胸口哀叹，早就约定好了的婚约，没想到居然是我家先撕脸，这下两家合作该怎么进行？爸妈，我也可以的，姐姐会的懂的，我也会，所以我愿意为家里做贡献。虽然过程有点波折，但好在结果还是一致的。看着两人纠结哀叹的样子，我连忙站了出来，举荐自己，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。
我爸看了我一眼，无奈的点头答应了。小的没有细心培养，但起码还是有点风范的。望着他们拖着疲惫的身子返回房间，我蹲下身子，抱起猫猫，勾起嘴角，满意的返回房间。作为苏家的女儿，是躲不了被联姻的，还不如让我主动去选择。毕竟江庭琛未来的实力可不容小觑。翌日，我简单的装扮了一下，便拿起李婶亲自做好的糕点，大步朝着门外去。这个时间段刚刚好，江庭琛也回到了江家，而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去刷脸。江叔叔、江阿姨好。我拎着糕点的盒子，腼腆地朝着江庭琛爸妈礼貌问好。原来是经理啊，不要客气，赶紧进来。江阿姨满脸笑意地拉着我的胳膊，招呼我坐下来。一顿闲聊下来，江阿姨也明白了我的心思，笑眯眯地跟我说着江庭琛，而江叔叔则一言不发，翘着二郎腿，专心致志地看着报纸。小琛过来。这是苏家的小女儿苏清理。听到下楼的动静，我跟着江阿姨抬眸顺着声音看过去，一道高大挺拔的身影从楼上走了下来。你好。江庭琛早就得知了跟苏家有联姻的事情，但他的第一印象是苏文新，没想到今日来人却是我。庭琛哥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糕点，要不你尝尝？我扬起一抹温柔的笑容，解开了盒子，细心地把糕点推到了江庭琛面前。只见他那修长、骨节分明的手指捏起一块糕点，优雅到极致地品尝着。哎呀，你们两个聊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一向明知不喜欢吃甜点的江庭琛却打破了例外。江阿姨瞬间嬉笑起来，拉着江叔叔就离场了。没了大人的存在，我跟江庭琛的气氛一下子就尴尬了下来。苏文新呢？就在我想着从哪里入手的时候，江庭琛突然发问了一句，眼眸紧盯着我。他跟心爱之人私奔了。面对他那直白的眼神，我轻笑一声，把苏文新的去路告知了他。江庭琛如此聪明的人，对他隐瞒就是一件愚蠢的决定。怪不得。闻言，江庭琛冷笑一声，我可不比苏文新差。江苏两家联姻是一定了的，苏文新不在，能掌握苏家一部分合作的只有我了，所以肯定你心知肚明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我欣然起身，目光落在沉思中的江庭琛身上，嘴角上扬，告别。距这次谈话一晃就过了一周。直到我爸兴奋地拉着我的手说，江庭琛说周一可以去领证了，下个月举办婚礼。我愣了一下，而后轻笑一声。江苏两家的公司虽然上市很久了，但面对众多企业，想要在市场里更高一层次还是望不可及，只有合作才能共赢。到了周一，我如愿地跟江庭琛扯了证，成为了江家的媳妇。领完证之后，江庭琛一头扎入了公司里的业务上，不断地去开拓新的方向，而我也成功顶掉了苏文新的工作岗位。这个公司可谓是再也没有苏文新一丝地位了。加上苏江两家已经联姻，我爸决定放手把公司交给我，重来一次。我比谁都更知道这市场未来的走向，没想到你居然赌对了。在一次拍卖场地下，我力荐江庭琛选了一块不被看好的地，起初他也不赞同，毕竟这块地如果买下了，以后就会亏空的，毫无用处。但我知道，再过2个月，这块地就会被政府看中，开发成飞机场，而我们将是盈利的一方。看我这么坚持的态度，江庭琛同意了拍卖，还被同行耻笑一番，但结果还是跟上辈子重现。我的眼光还是不错的，靠着上辈子的记忆，我带给江庭琛不少的帮助，
还带领着公司一起更上一步。看到我做出的业绩，我爸看我的眼神满是赞叹，愈发对我满意起来，甚至都忘了苏文新这个人了。时隔半年，江家的生意比上辈子还要提前一段时间，越做越大，不少人慕名合作，而我家的生意也跟在江家身后，并没有落下追逐的步伐。忙碌了1个月的我，终于在爸妈的催促下，带着江庭琛回家吃晚饭。一进门，我就听到了那熟悉的嗓音：“爸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苏文新跪在地上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拉着我妈的手，悔恨道：“看着他那沧桑的样子，我妈瞬间心软了，拉他起来抱进怀里，母女俩痛哭流涕起来。老苏啊，文新知道错了，他在外面这段时间肯定吃了不少苦头，我们就让他回来吧。”我妈轻声劝着我爸，试图让两人缓解关系。我爸看了一眼苏文新，毕竟是从小培养到大的女儿，他还能怎么样？只能再次选择原谅他。爸妈，我跟阿琛回来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里丝毫不意外，扬起一抹笑容，挽着江庭琛的胳膊出声道：“爸妈。”江庭琛礼貌地问好一声，便把目光投向我身上，完全不看一眼苏文新。清理和庭琛来了，菜已经准备好了，我们快来吃饭吧。我们的出现让我爸瞬间温和起来，笑呵呵地拉着我们前往餐厅。苏文新看到我风光亮丽地站在江庭琛身边，再加上江庭琛那高大清冷的气质，他眼里闪过一抹嫉妒。妹妹，没想到你居然顶了我的身份嫁去江家了。哎，庭琛哥，都怪我当初识人不清，不然现在就是我站在你旁边了。苏文新扬起一抹假笑，阴阳怪气地看着我，身侧的手攥起拳头。那还真是万幸，阿丽比你还好。江庭琛抬眸看了一眼，冷声道。苏文新没料到江庭琛会这么说，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就僵住了。姐姐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姐夫呢？我勾起嘴角，讽笑询问。一提到吉凯，苏文新的脸色瞬间变得恐惧起来，猛地抬眸对上我的视线，眼里满是怨恨。爸爸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这一次我肯定乖乖听话的。我早就不爱吉凯了。苏文新还没有来得及对我，余光就看到了我爸沉下来的脸色，瞬间忐忑起来，连忙认错。你看，心儿都知道错了，毕竟她是我们的女儿，你难不成真要把她赶出家门吗？看到我妈苦苦哀求着我爸，我心里讽笑一声。在他们心里，苏文新始终都比我还要重要，不管他到底做了什么，心里的天平都偏向于他。心儿，既然断了就断干净，不要再让我发现你跟吉凯还有联系。我爸终究还是心软了，答应了让苏文新回来，跟我们坐在一起吃了一个不怎么愉快的晚餐。一顿饭下来，苏文新都有意间的接触江庭琛，套话询问我跟他之间的感情，但江庭琛完全不在乎他，一心一意地给我夹菜，体贴入微。苏文新再次被忽略，不甘地咬紧后槽牙，眼神怨恨地瞥了我一眼。但江庭琛不接他的戏，他就没有必要继续演下去，老老实实地垂眸吃饭了。爸妈，天色也晚了，我跟阿琛就先回去了。闲聊过后，我便挽着江庭琛的手亲密地离开了。苏文新已经回来了，你猜你爸他会不会再次把属于他的岗位交还于他？车上，江庭琛看我立马松开的手，低眸遮住了眼里一闪而过的失落，而后询问着我，他想要就给他，但我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能力坐稳了。我不屑地嗤笑一声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我能把苏家拔高到如今的位置，内部早已喜欢一新了，
而这不是苏文欣想抢就可以抢走的。果不其然，没到1周的时间，苏文欣便回到了公司，他之前做的岗位。苏总，这怎么可以？这个岗位2小姐就做得很好，如今换了苏文欣，她都没有这个能力带领我们。苏文欣恢复岗位一事，遭到了公司众多高层的抵制，但很显然，我爸完全不在乎这些人的话语，一意孤行地把我调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妹妹，这个位置终究还是我的。我爸一走，苏文欣就控制不住表情，得意忘形地看着我，一顿嘲讽。既然姐姐这么想要，就拿走吧。毕竟我早就想退休回去当阔太太的日子了，原本还想找理由的，现在倒是多亏了你回来。我完全不在意地挥了挥手，笑眯眯地收拾着东西。苏文欣以为抢走我手上的东西就会让我吃扁，但这一次站在江廷琛身边的人是我，不用上班还能躺着花钱。这样的日子原本是上一世苏文欣的，果不其然，我话音刚落，就见江廷琛挺拔的身影出现在办公室门口，一身正装的他显得格外帅气。走吧，我接你回家，夫人，辛苦这么久，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了，还是岳父心细啊。江廷琛无视了旁人的眼神，直接接过我手里的箱子，满眼柔情地望着我，体贴道：“给我找个甜点吃吧，不想出门排队。”我跟江廷琛并排走在一起，侧眸笑眯眯地提议。我们2人在众人面前甜甜蜜蜜地离去。哎，真羡慕2小姐嫁了一个好老公啊！对呀，如今大小姐也回来了，她也就不用上班了，以后就是享受的命。我听说江少可给他不少零花钱呢，任由他买所有喜欢的东西。我走了之后，旁边的员工才窃窃私语起来，而这一切全部被苏文欣听了过去。他眼神满是嫉妒，身侧的手猛地攥紧成了拳头，身子不禁气地颤抖起来。苏经理，我一定会过得比你更好。他信誓旦旦地下定决心，要做出一番风头。但他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个阶段公司可是比以前还要忙，甚至合作的对象要求也变得愈发严苛。短短1周下来，苏文欣累得跟条狗一样，他的能力已经跟不上公司的发展了，很多时候还被其他人暗地里嘲讽，说他没有能力，而一些重要的业务也被他因此耽误住了步伐。这让我爸非常的生气。我没有想到你变得这么没用，还不如你妹妹呢。又在一次全家聚餐下，我爸当着我的面狠狠批评了苏文欣，指责她的能力，把她说得无地自容。爸，你得多给姐姐一些时间，毕竟她离家这么久了，公司发展的也快，总要消化一下的。看着苏文欣苍白的脸，我嘴角噙着一抹笑容，一边优雅的夹菜，一边安抚着我爸的情绪。我培养了他这么多年，结果因为一个男人放弃了，如今说他2句，他就得给我好好受着。我的话反而让我爸变得愈发生气，啪的一声把筷子一摔，指着苏文欣破口大骂。只要想到这么多年的精力培养最后功亏一篑，他就忍不住心里的怒火。如果不是你对我这么严格，我又怎么可能爱上吉凯？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，你怎么好意思说我？苏文欣忍了又忍，但一看到江廷琛全然不顾发生的一切，默默地给我处理螃蟹，心里的嫉妒一下子涌现出来。他站了起来，直视着我爸的眼睛，眼里满是怨恨，尖声道：“我爸一对上他那怨恨的眼神，瞳孔骤然放大，心里苦涩不已。行了，还在饭桌上就吵个不停，这是干嘛呀？”我妈看不得这个场面，忍不住伸手拉了拉苏文欣，而后调节氛围：“岳父，消消气，
姐姐她估计在外面也吃了不少苦头了，再说下去，她该不好受了。”江廷琛轻笑一声，抬眸看了一眼我爸。有了他的话，我爸只能忍了下去，扬起笑容，跟着他商讨着商业上的事情。晚饭过后，我跟江廷琛在爸妈的期盼下选择了留宿。经理，这段时间你也不要老是待在家里，你应该陪着阿琛去公司帮忙。虽然家里这边有你姐姐，但你还是要多付出心力，担当一下。很显然，我在家悠闲躺着的消息传到我爸耳里，他心里觉得不满，对着我一个劲的教导：“爸，我就想小丽过这样的日子，太忙了会累坏她的。”我心疼，我还没有来得及说话，只见江廷琛递给我爸一杯茶水，柔声道：“也罢，但你不要太惯着她了。”不知道江廷琛身上有什么迷药，我爸对他的话倒是认同得很，完全不反驳于他。我就喜欢宠着他。江廷琛完全把好丈夫这个角色拿捏得实实在在，而坐在一旁的苏文新嫉妒得快要把手里的抱枕压扁了。他还在幻想着，如果没有私奔，那江廷琛的夫人只能是他。阿琛，我困了。我余光中就看到了苏文新的脸色，眼里满是笑意，伸手拽了拽江廷琛的衣袖，娇着嗓音：“那岳父岳母，我们就先回房间了。”江廷琛一把扣住我的手掌，拉着我上楼去了。你看看，当初要是没有跟吉凯私奔，那阿琛就是你的了。一把好牌居然就浪费丢弃了。回到房间，我依稀很是能听到我爸对着苏文新恨铁不成钢的话语。我轻笑一声，眼里的不屑一闪而过。重来一次，我又怎么可能会让苏文新如愿以偿呢？苏文新，你给我出来！你以为躲着我就拿你没有办法了吗？你再不出来，我就报警，让所有人都知道苏家的家教多么让人不齿。一阵怒吼声传来，我睁开惺忪迷糊的双眼，转眸看了一眼，发现江廷琛早已不在房间了。外面的声音始终没有停消下来，我也没了睡意，连忙洗漱下楼，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姐姐，外面是谁呀？这么闹，赶紧先把人请进来。我一下楼就看到了缩在沙发上，颤抖成一团的苏文新，眉毛不经意地挑了挑，眼神满是好奇。外面不会是他的老情人找来了吧？果不其然，我话音刚落，苏文新就满脸恐慌地挡住了大门，怒视地瞪着我，坚决不给我出去。苏经理，爸妈不在，江廷琛也不在，你要是把他放进来了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苏文新一字一句地威胁着我。姐姐，要是再任由他喊下去，估计旁边的邻居都把你的丑闻听了一遍了。我心里的猜想已经得到了印证，不在意地笑了笑。毕竟那人喊的也不是我的名字，能让苏文新出丑的事情发生，我当然喜闻乐见了。闻言，苏文新的脸色瞬间变得犹豫不决起来，直到吉凯刚爆出一句猛料，他就吓得赶紧跑出去，把人拽了回来。看着面前灰头土脸，甚至还一撅一撅的吉凯，我心里闪过一抹诧异。苏文新，你居然狠心把我推下楼，甚至把孩子抛弃了，没想到你口口声声说的爱就这么廉价。吉凯猛地冲上前，眼里满是仇恨地插着苏文新的脖子。你要是把他杀了，你今天也是躲不掉的。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我惊吓地往后退了几步，跟他们保持了一个安全距离，而后提醒着吉凯。没一会，吉凯看到苏文新差点呼吸不上来，才松开了手，但眼底的恨意从未消散过。如果不是你一直家暴我，我又怎么可能反抗？吉凯，你根本就不爱我，你不会老老实实出去赚钱，只会游走好闲。我受够你了。
苏文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，瞬间咳嗽起来，眼神恶狠狠地看着吉凯。看着这两人互相仇视着，我躲在一边悄默默地给我爸妈还有江廷琛发了一条短信，让他们立马赶回来。你就是不想跟我过苦日子，随便找的借口。如今我的腿断了，你要是不嫁给我，我就报警说你故意杀人。吉凯彻底的疯魔了，指着自己的腿威胁着苏文新。在这次生下孩子之后，苏文新为了逃回家，在监控的盲区狠心地把抱着孩子的他推到马路中间，结果被迎来的车撞飞了出去。他断了一条腿，后半辈子只能变成一个瘸子，而孩子却死在了他狠心的母亲手上。在我的通知下，爸妈和江廷琛很快就赶了回来。我爸妈跟着吉凯对峙着，爸妈，我不想坐牢，你们救救我！一番争执下来，吉凯看着我爸妈狠心不近人情的样子，冷笑着就要拨打电话，把苏文新送进监狱里面。这下苏文新坐不住了，连忙跪在地上，拉着我妈的手，哭着求救。而我则拉着江廷琛站在一旁，冷眼看着苏文新。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心狠手辣，对自己的孩子也能下死手。最后，我爸妈还是选择把吉凯留了下来，仅仅只是不想让苏文新入狱。毕竟，要是这个丑闻传了出去，公司名声就倒地了。爸妈，把他赶出去住，我不要他在我面前。看着吉凯嚣张地坐在沙发上，趾高气昂地要求我爸妈给他买他所需的东西，养活他。苏文新就想起被他家暴的情景，脸色狰狞起来，指着吉凯大声怒吼，要求把他赶出去。苏文新，我们已经领证了，你这辈子都得跟我待在一起。吉凯早已没了以为看他的温柔眼神，而是冷笑一声，把事实真相残忍地说出来。姐姐，你都把姐夫腿给害残了，你就得老老实实地照顾他。没等苏文新继续跟我妈求情，我就立马出声，善意地提醒着他，让我爸妈斩断对他的怜悯。你说的这么好，你干脆就自己照顾他。苏文新恶狠狠地瞪着我，阿丽是我老婆，又不是他的，凭什么照顾他？自己造的孽，自己承担。江廷琛已经没有兴趣再看这么一出戏码了，冷眼地看了我爸一眼，而后带着我离开了。苏文新原本还想再继续说，就被我爸怒气冲冲地截止住了话题。而后他只能留在家里照顾着吉凯，公司的岗位又回到了我的手上。短短1个月过去了，苏文新就变得憔悴不堪。因为我爸对他的失望，所以并不安排保姆照顾吉凯，他只能亲力亲为，很多时候都做不满意，导致了吉凯对他暴打辱骂一番。但又在晚上时，苏文新哭着打小报告，说承受不住吉凯的家暴了。但吉凯又拿着此前的事情威胁着我爸妈，一定要让苏文新付出代价。一番鸡飞狗跳下来，我爸妈已经心力憔悴了，不想管苏文新了，转头就安排人让苏文新和吉凯搬去别的地方住，仅提供钱。这下吉凯便愈发胡搅蛮缠起来，对着苏文新一个劲的数落，甚至连反抗都不允许。苏经理，这下你得意了吧？你费尽心思的哄骗我私奔，为的就是夺走我的一切。受尽折磨的苏文新脸色都变得蜡黄憔悴起来，他满眼憎恨地看着我。苏文新，这一次都是你的选择，又与我何干？闻言，我冷笑一声，单手支撑着下巴，不屑地看着他那狼狈的模样。上一世我被他害得这么惨，如今看他这样，我简直大快人心。苏经理，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，你抢走的，我一定会抢回来。苏文新气得咬紧后槽牙，
身子变得紧绷起来。你没有机会了，这辈子你就跟吉凯捆绑在一起了。我的好姐姐，你肯定会喜欢我给你的安排。看他誓不罢休的样子，我勾起嘴角，冷笑一声，起身得意地转身离去。没等苏文欣想明白，他就看到了不远处走过来的一群黑衣保镖。苏大小姐，董事长察觉到你跟对家公司走得过近，所以安排我们把你带回去。苏文欣闻言，脸色瞬间大变，刚想跑就被强制带上了车。他刚萌出的新芽直接毁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被囚禁了起来，跟着吉凯一起成了被困在房子里的困兽。都是你，要不是你不死心，我们怎么会落得这样的地步？苏文欣，你简直就是一个十恶不赦之人，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你了？吉凯没了出去喝酒赌博的日子，心里的暴怒一日比一日增加。每次看到苏文欣，就忍不住动手教训。怪我，你们什么都怪我，都是你这个强奸犯毁了我的人生。苏文欣被关了起来，心里早就明白了，这一辈子他都不会有翻身的机会，而我的成功让他愈发眼红。两人纠缠扭打在一起，而门外看守的保镖却全然无动于衷。是你让你爸把苏文欣囚禁起来的。夜晚，江庭琛坐在我的身边，语气轻柔询问：我可没有，这是他干的，又怎么能安在我身上？我轻笑一声，摇了摇头。我只不过是把苏文欣见对家的照片无意间透露给了我爸，然后给了他一个警醒。后面囚禁的事情全然都是他的做法。在我爸眼里，只有价值的人才能获得话语权，而苏文欣的价值早已经不存在了。他能留着苏文欣，也只是不想他成为世人的丑闻。无碍，只有对你没有影响，那就没事。江庭琛闻言，只是点了点头，起身给我递了一杯热牛奶，并没有询问我为什么要如此赶尽杀绝。我抬手接了过去，眼眸闪过一抹笑意。江庭琛，不愧是我重来一次选的最好的结果。半年时间过去了，我带着公司逐渐走向高层次的领域，而江庭琛也凭借他的能力登上了另外的一个高度。但苏文欣那边却发生了很震惊的事情。半年的时间，他就已经被吉凯折磨得没有人样了。更让人惊诧的是，她再次怀上了吉凯的孩子。一系列的打击和折磨让她的心理出现了问题。没想到你居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，亏我们辛辛苦苦培养你这么多年，没想到却养出了一个杀人犯。我跟江庭琛接到警局的电话，就急忙来到了苏文欣住的地方，就看到了我妈崩溃地朝着被扣押起来的苏文欣破口大骂。我跑过去安抚着我妈的情绪，而江庭琛则跟警察沟通。最后，苏文欣被以杀人的罪名逮捕了。等到这一切结束之后，我才明白了整个事情的过程。原来苏文欣不堪折磨，便打电话求情，把我爸哄骗到了住处，结果给他下药，残忍杀害。而吉凯早就在害我爸3天前就已经死于他的手上了。期间，他怀的孩子再次流掉了。我不禁唏嘘一番，但心里却毫无波澜。上一世的苏文欣觉得吉凯就是他的真爱，失了他，犹如世界变得暗淡起来。如今这一世，他却不如愿以偿地认可了。苏文欣一案被法院判定了死刑。在临前可以有一次家人见面的机会，但我妈俨然对他失望透顶，冰冷地拒绝了。而我才不想去送他一程呢，这一切都是他罪有应得。阿丽，这一切已经尘埃落定了，要不我们去度蜜月吧？不回来，我如愿当上了公司的继承人。
江廷琛便提议要把蜜月补回来。我抬眸撞入他那深情的眼神里，勾起嘴角，点了点头。这好日子啊，还是要学会享受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